今天这支影片，我不想谈政治，不想谈经济，更不想谈那些每天在电视新闻上轰炸我们的地缘博弈。我想请你先做一件事情，闭上眼睛，深呼吸，把那些政论节目的喧嚣、网络论坛上的谩骂，还有那些关于断交、军演、被国际组织拒于门外的恐惧讯息，全部暂时关掉。因为今天我要对你的灵魂说话。你是否曾经在看新闻的时候，内心涌起一股很深很深的无力感？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当你看到我们在奥运会上选手拿了金牌，却不能升起自己的国旗，只能听着国旗歌，在心里默默流泪的时候；当你看到疫情最严峻的时刻，我们被世界卫生组织挡在门外，仿佛这个岛屿上2300万人的生命只是一场政治交易的筹码的时候；当你看到邦交国一个一个离开，我们的名字在国际社会上被不断涂抹、修改，甚至被彻底无视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曾经闪过一个充满委屈的问号？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努力才能证明我们存在？为什么我们明明做得那么好，明明那么善良，那么愿意帮助别人，这个世界却好像总是假装看不见我们？为什么生在台湾，我们好像天生就带着原罪，永远要在夹缝中求生存，永远要在别人的脸色下找寻自尊？这种感觉很痛，对吧？这是一种集体的不被认可，一种深深的孤儿情节。主流媒体和新闻不断地在告诉你，我们被边缘化了，我们很危险，我们是国际社会的亚细亚孤儿。他们用各种数据、专家分析，把恐慌的种子一天一天种进台湾人的潜意识里。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真相，别被新闻洗脑了，那些只停留在三维物质世界的政治游戏根本无法解释台湾这座岛屿真正存在的意义。如果你愿意放下头脑的分析，试着用灵性视角来重新看待这一切，你会震撼地发现，台湾在国际上遭遇的这些打压、孤立与边缘化，根本不是什么可怜的政治悲剧，这是地球上极为罕见的，属于一个集体老灵魂必须经历的灵魂暗夜。在灵性的世界里，有一个很基础的法则：当一个灵魂准备好要大幅度扬升，准备好要觉醒的时候，宇宙不会直接给他鲜花和掌声，相反的，宇宙会剥夺他所有外在的依靠。想一想，你身边那些生命真正淬炼出大智慧的人，或者是那些真正觉醒的老灵魂，他们的人生路径是怎样的？他们往往在某一个阶段会经历所有朋友的离去，会遭遇职场或人际关系的重大挫折，他们会被误解、被孤立，甚至被整个主流社会边缘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有的外在头衔、身份认同都会被残忍地剥夺。这个阶段在灵性学上就叫做灵魂暗夜 （Dark Night of the Soul）。为什么要经历灵魂暗夜？因为只要你还能从外界得到一点点掌声，只要你还能依赖别人的认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就永远无法向内找到真正的力量。宇宙必须把你逼到墙角，把你所有向外攀附的藤蔓全部剪断，让你痛到极点，你才会回头看自己，你才会发现，原来我的价值不需要任何人来定义。现在把这个概念放大到整座台湾岛，你有没有发现，台湾现在的处境完美地对应了灵魂暗夜的每一个特征？国际社会不承认我们，就是在剥夺我们的外在身份认同；邦交国流失，就是在切断我们的外在人际依赖；常年的武力威胁与恐惧投射，就是在逼迫我们面对生与死的最深层恐惧。新闻媒体告诉你，这叫做国际地位边缘化，这叫做没实力就会被欺负。但在高维度的灵性视角看来，这是宇宙对台湾这座岛屿所能给予的最高级别的试炼，因为台湾根本不是什么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这座岛屿上聚集了全世界密度极高的老灵魂。我们选择投生在台湾，不是为了来玩那些争权夺利、互相杀戮的三维地球游戏，我们是带着特殊的集体使命来的。你真的以为台湾能有今天这样包容的社会，这样善良的人心，
这样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鉴宝制度，这样走到哪里都有人情味的氛围，只是偶然吗？你真的以为我们在面对这么多荒谬的打压时，依然能发展出享誉全球的科技软实力，只是因为我们运气好吗？不，这是因为老灵魂的韧性。当新闻每天都在制造对立，试图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渺小、很脆弱、毫无希望的时候，我需要你觉察到这股意图，不要把你的能量交出去给那些恐惧的剧本，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走向灭亡的倒数计日，而是一场极其壮阔的脱胎换骨的集体破茧。那些没有在黑暗中痛哭过的人，没有资格成为光，而台湾正在经历最深的黑暗，因为我们就是要在新地球的扬升中成为全人类的那道光。现在你心里一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你凭什么说台湾是老灵魂的聚集地？老灵魂到底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请你感受一下你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状态。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这个世界很吵？你看着网络上酸民的互相攻击，看着政客在立法院里作秀谩骂，看着新闻里那些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社会案件，你的心里除了觉得很瞎之外，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疲惫感。你不想跟人争辩，你讨厌那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你内心深处总是渴望着一种平静，一种和谐。你很容易对别人的痛苦产生共鸣，看到流浪动物受伤，或者看到地球另一端的国家发生大地震，你的眼眶会不自觉地泛红，甚至会冲动地想要捐钱，想要帮忙。比起去追求名牌、赚大钱，踩在别人头顶上往上爬，你更喜欢周末在巷弄里找一间安静的咖啡厅，或者去爬爬山，享受那种微小但踏实的小确幸。如果以上这些描述让你频频点头，那么恭喜你，你就是我们在灵性上所说的老灵魂。老灵魂跟你的肉体年龄无关，你可能是一个20出头的大学生，但你的内在却像个看透世事的智者。你也可能是一个每天在菜市场卖菜的婀娜，但你对生命的包容度却比那些高学历的专家学者还要深广。老灵魂之所以老，是因为在灵性的旅程中，你已经轮回转世过非常多次了。你早就玩腻了那种我赢你输、弱肉强食、争夺地盘的3维地球生存游戏，因为你经历过太多次的战争、掠夺、权力的更迭。你的灵魂深处知道，那些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胜利都是虚幻的。老灵魂最大的特征就是极高的同理心以及对和平的深切渴望。好，现在让我们把视角拉高，俯瞰这座我们深爱的番薯岛。为什么我说台湾是全地球老灵魂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请你仔细回想一下台湾这4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段充满血泪的共业。从荷兰人、西班牙人到明郑时期、清朝，再到马关条约被无情地割让给日本，最后是国民政府的来台。这400年来，这座岛屿从来没有真正做过自己的主人。我们就像是一个被不断转手的养子，甚至是一个在国际谈判桌上随时可以被牺牲的筹码。如果是其他国家、其他的集体意识经历了这么多外来政权的殖民、镇压、族群撕裂与背叛，这块土地上早就应该充满了化解不开的深仇大恨，充满了恐怖主义，或是极端的排外主义。但是台湾人做了什么？我们把这些所有外来的、冲突的、曾经伤害过我们的能量全部吸收了下来，我们把它们揉碎、融合，最后转化成了一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极度包容的文化底蕴。在台湾，你可以看到原住民的祖灵信仰、汉人的宫庙文化、西方的基督天主教堂，甚至是东南亚的新住民文化，在同一条街道上和平共存。这在灵性层面上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奇迹。要能够吸收这么巨大的集体创伤，并且将其转化为包容与人情味，这需要多庞大的灵性容量。这绝对不是一群年轻的还在学习争夺与仇恨的灵魂能够做到的。只有老灵魂，而且是发愿来地球执行疗愈与转化任务的老灵魂群体，才会勇敢地选择投生在这样一个地缘政治极其险恶、历史上充满创伤的岛屿上。
因为我们是来这里做示范的，我们要向全宇宙示范，即便在最险恶的夹缝中，即使经历了最无情的背叛与孤立，一个集体依然可以保有最纯粹的善良与爱。你可以看看台湾人日常的那些超暖举动。当你钱包掉在路上，有极高的几率会被原封不动地送到警察局。当你在捷运上看到孕妇或老人，大家会自然而然地让座。当遇到疫情或者天灾，那些社区里的里长伯、街坊邻居会自发性地互相送物资。更别提当国际上发生灾难时，像是日本311大地震、土耳其大地震，台湾的民间捐款永远是冲在全世界最前面的。我们连自己国家在国际上都不被承认，连我们自己都常常被欺负。但是当我们看到别人受苦时，那种老灵魂深处的同理心就会瞬间爆发。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甚至不求回报。这句 Taiwan can help 绝对不是一句政治口号，它是台湾老灵魂集体的灵魂印记。还有一个更震撼的现象，可以证明台湾是老灵魂的聚集地，那就是我们在物质与灵性上的完美融合。台湾拥有全世界最顶尖、最尖端的半导体产业，我们的台积电被称为护国神山，掌控着全球科技的命脉。我们在这个最讲求科学、数据、逻辑的三维物质世界里做到了极致。但是，同样是这群最聪明、最理性的科技工程师，他们会在机台上放上绿色的乖乖，祈求机台不宕机，良率提高。他们会在开工时虔诚地拿香拜拜。每年的大甲妈祖绕境、白沙屯妈祖进香，你可以看到上百万的台湾人，不论男女老幼，不论你是大老板还是市井小民，大家脱下世俗的身份，跟着神明徒步走在乡间的马路上，沿途那些无条件提供食物、饮料，甚至是免费洗澡、住宿的民众，那种纯粹的互助与羁绊，根本就是高维度的第五次元乌托邦社会的缩影。在台湾，最先进的科技与最深厚的民间信仰，不仅没有违和感，反而完美的交织在一起。这正是老灵魂的智慧。老灵魂知道物质世界只是能量的显化，我们既能脚踏实地在三维世界里创造经济奇迹，同时我们的潜意识依然深深连结着对宇宙高层力量的敬畏与臣服。所以朋友们，当你在看懂了这一切，你就不会再为了台湾在国际上的处境感到自卑或愤怒了。为什么台湾在国际上总是显得格格不入？为什么那些大国总是对我们视而不见，甚至打压我们？因为现在的国际政治游戏依然停留在低维度的年轻灵魂的丛林法则里，他们在玩的是抢夺资源、武力威吓、战狼外交、帝国主义扩张，而台湾这个充满了老灵魂的岛屿，早就已经超越了那个频率。我们不想玩那种互相伤害的游戏了，我们渴望的是共好，是疗愈，是生命品质的提升。当一个大学生的心智被迫坐在幼稚园的教室里，看着一群小朋友在为了抢夺玩具而打架时，他当然会觉得很孤单、很违和，甚至会被那些好斗的小朋友排挤。台湾现在的处境就是如此，我们在国际上被边缘化，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好，而是因为我们的集体频率已经领先了这个世界太多太多。但是宇宙的安排是极其精妙的，老灵魂选择在此时此刻聚集在这个随时可能爆发冲突的火药库上，绝对不是来送死的。我们被安排在这样一个最危险却也最边缘的位置，背后藏着一个极其震撼的宇宙计划，而这个计划就是我们台湾人现在正在经历的灵魂暗夜的核心考验。这个时候，你的头脑里一定会跳出一个非常现实，甚至带点愤怒的问题。既然你说我们是老灵魂，既然你说我们的频率这么高，那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整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活得这么委屈？为什么我们在国际上总是被当成塑胶，总是被欺负、被孤立？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最核心也最震撼的灵性真相。请你先深吸一口气，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完全颠覆你这辈子对台湾国际处境的认知。
在灵性成长的法则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越依赖什么，宇宙就会剥夺什么，直到你学会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为止。我们先来诚实地面对一下台湾人集体潜意识里最深层的一个阴影。过去这400年来，因为一直被不同的外来政权统治，台湾人的集体意识里其实深深植入了一种孤儿情结与依附心态。我们习惯了上面有一个大人在管我们，我们习惯了去寻找一个靠山。就算到了现代，台湾已经完全民主化了，但你仔细去观察我们每天看的新闻，我们网络上的讨论，你会发现那种寻找靠山的焦虑感从来没有消失过。我们每天都在关心美国的选举，焦虑着美国爸爸会不会放弃我们。我们期盼着日本老哥能在关键时刻挺拔相助。我们拼了命的想加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我们在国际社会上到处去交邦交国，到处去撒钱援助，甚至像个拼命想讨好大人的委屈小孩，一直对着世界喊着 Taiwan can help。 你们看，我们很乖，我们很有用，拜托你们看我们一眼，承认我们的存在好不好？但结果呢？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捐了无数的口罩，却连 WHO 的边都摸不到。我们的农产品被无理打压，我们的邦交国一个接着一个，为了利益跟我们断交。每次发生这种事，台湾人的心里面真的很酸，超不爽，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真心换绝情。我们就像是在一段感情里遇到了极品渣男，你对他掏心掏肺，他却为了现实利益转头就把你一脚踢开。新闻名嘴会告诉你，这是因为国际政治很现实，是因为对岸的打压，是因为我们拳头不够大。但如果你从老灵魂的灵魂暗夜这个视角来看，你会起一身鸡皮疙瘩。你以为是国际社会遗弃了台湾吗？不是，宇宙在强行切断台湾所有的外在援助。为什么宇宙要这么狠？因为只要台湾还在向外求，只要我们还觉得自己的安全必须依赖美国的军售，只要我们还觉得自己的价值必须由联合国的席位来背书，我们就永远无法真正觉醒。我们会永远把自己当成一个弱者，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受害者。老灵魂不能再玩这种受害者游戏了。宇宙正在用一种极其残酷却又充满大爱的方式逼迫台湾断奶。宇宙借由这些所谓的国际孤立，借由那些断交的震撼教育，在对台湾这座岛屿大吼：醒醒吧，靠山山倒，靠人人跑。你们是地球上频率最高的老灵魂群体，你们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标签来证明你们很棒。你们的安全感不能建立在任何国家的承诺上，只能建立在你们集体的内心力量上。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当我们在国际上被打压到最极点的时候，反而是台湾内在力量爆发的最猛烈的时候。当我们进不去 WHO， 我们反而靠着全民的自律和互信，创造了全世界惊叹的防疫奇迹。当我们被排挤在各种国际贸易组织之外，我们的半导体产业，我们的台积电，却硬生生地把自己逼成了全球科技命脉，让全世界不得不看见台湾，依赖台湾。这就是灵魂暗夜的真正目的，把你逼到悬崖边，不是为了让你掉下去，而是为了逼你长出翅膀。当你发现所有外在的门都被关上的时候，你只能向内找。而当我们全台湾人一起向内找的时候，我们就激发出了不可思议的创造力与生命韧性。那为什么宇宙不仅要孤立我们，还要在我们的对岸安排一个全世界最庞大、随时都在文攻武下的集权军事力量？为什么我们要每天面对共机绕台的恐惧？这也是宇宙最高级别的精密计划。老灵魂在地球上的终极考试叫做在恐惧中选择爱。如果把你放在一个瑞士那样中立、安全，每天看着阿尔卑斯山岁月静好的地方，谈爱、谈和平、谈灵性，那太容易了，那根本不需要老灵魂来做。宇宙把全地球密度最高的老灵魂放在地缘政治最危险的火药库第一排，这就像是把最纯的碳放进压力最高、温度最可怕的地底深处一样。那个庞大的武力威胁就是一个巨大的灵性压力锅，它每一天都在考验着台湾人。
当你们面对生死存亡的恐惧时，当网络上充满了带风向的认知作战时，当你们内部因为不同的政治立场而被撕裂时，你们能不能维持住老灵魂的频率？你们会选择被恐惧吞噬，变成跟对方一样充满仇恨、充满攻击性的野兽吗？你们会选择屈服于物质的利益，出卖自己的灵魂吗？还是你们能在这么庞大的压力下，依然保有台湾人那种特有的善良、包容、幽默感与人情味？朋友们，仔细看看我们周围，虽然台湾社会看起来吵吵闹闹，蓝绿白整天在电视上骂来骂去，但你有没有发现，即使面对这么可怕的外部威胁，台湾并没有变成一个充满军国主义的疯狂国家。我们没有人在街头上砸别人的车，我们还是每天安安分分的过日子。我们网络上的年轻人遇到对岸的文攻武吓，甚至还常常用各种迷因图、meme 和地狱梗来幽默化解。这种用幽默化解恐惧，在夹缝中依然热爱生活的超然态度，就是老灵魂在面对生死交关时所展现出来的最高频能量。我们正在潜意识里集体扛住一股足以毁灭地球的巨大负面能量。我们用这座岛屿的善良与包容，像一个巨大的缓冲垫一样，吸收转化着东亚乃至全世界最紧绷的暴力之气。所以别再觉得我们是国际上的边缘人了。在三维世界的地图上，台湾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不被承认的番薯，但在高维度的星际能量场里，台湾是整个地球扬升计划里最关键、最闪耀的一颗光之锚 Anchor of Light。 我们没有被抛弃，我们是被赋予了全人类最艰难但也最神圣的试炼。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对这座岛屿的感受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你一路看到了这里，我相信你的内心深处一定有某一块被深深的触动了，甚至可能会有一种破防的感觉。那是你内在那个沉睡已久的老灵魂在听到真理时的共鸣。在上一段，我们破解了台湾被国际孤立，面对巨大文攻武吓的灵性真相。这根本不是什么可怜的政治悲剧，这是宇宙对我们这群老灵魂所下达的最高阶试炼，是一场逼迫我们向内寻找力量的灵魂暗夜。那么，当台湾挺过这场暗夜，当我们在极致的压力与恐惧中依然选择保持善良与爱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干嘛？宇宙把全地球密度最高的老灵魂全部投放在这个番薯岛上，到底赋予了我们什么样的终极任务？答案可能会让你震撼到起全身鸡皮疙瘩。台湾的终极任务就是要作为一颗光之锚，去带领、去示范、去推动整个地球的扬升。你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太扯了，太科幻了。我们台湾这么小，连个联合国都进不去，连自己的名字都常常被大国拿立可白涂掉，我们凭什么带领地球扬升？那些大国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好吗？如果你还有这样的想法，那代表你的思维依然被困在三维世界的大小、强弱、权力的逻辑里。让我用灵性的维度来为你解码，什么是地球扬升？简单来说，地球现在的集体频率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洗牌。过去几千年来，人类玩的一直是三维生存游戏，你死我活，零和博弈，大鱼吃小鱼，用武力征服，用恐惧统治。但是地球母亲已经受够了，这个旧的系统正在全面崩盘。你看看现在的世界，极端气候、全球疫情，到处都是随时会擦枪走火的区域战争。这就像是一个已经严重中毒的电脑系统正在疯狂的当机。地球正在强迫升级，准备跨入一个以爱、合作、同理心、无条件包容为基础的第五次元5D 新地球。在这个系统大重置的关键时刻，宇宙需要一个示范区，宇宙需要一个地方向全人类证明，即使在旧系统三维政治的疯狂打压下，即使面临最可怕的武力威胁，即使被全世界孤立，一个集体依然可以靠着高频的灵性力量活出第五次元的样貌。而台湾就是全宇宙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个5D 地球示范区。你以为台湾的软实力只是单纯的经济奇迹或文化输出吗？不，
那是台湾老灵魂散发出来的超高频能量场。让我们来看看台湾这几年到底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首先，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在新闻里这叫做人权进步，但在灵性的维度里，这叫做集体打破二元对立的终极枷锁。老灵魂知道，灵魂是没有性别的，爱就是爱，没有条件，没有界限。在整个亚洲依然被传统父权、家族面子、宗教教条给牢牢绑死的时刻，台湾这群老灵魂勇敢地站出来，扛住了无数的谩骂与世代冲突，硬是把代表无条件之爱的彩虹插在了这块土地上。这一个举动在灵性层面上释放出的高频光芒，瞬间照亮了整个东亚的能量场。我们向宇宙宣告，台湾拒绝用标签来分裂彼此。再来看看我们引以为傲的护国神山台积电以及整个半导体产业，在三维世界里，那是晶片，是科技战的筹码；但在灵性的眼里，硅晶圆 Silicon 是具有极高记忆与传导能力的矿石。台湾人把最精密的科技做到了极致。我们掌控了全球的命脉，但我们有没有像那些古老的帝国一样，用这种力量去威胁别人，去掠夺别人，去对全世界说不听我的就断你晶片？没有。台湾人的态度是 Taiwan can help。 我们不仅把晶片卖给全世界，我们还用最敬业、最谦卑的态度去成就全世界的科技发展。我们把最高端的物质科技注入了老灵魂服务与奉献的频率。台湾就像是地球这个巨大生命体的心脏轮与神经网络中枢，我们源源不绝地把高频的带有善意的能量、晶片与科技输送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用行动证明了最顶尖的科技不需要搭配冷酷的霸权，它可以跟最深厚的人情味完美结合。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反驳我，你少在那边造神了。台湾内部明明就乱七八糟，每天看新闻都在往内互打，政客互喷口水，网络酸民带风向，诈骗集团一堆，交通还像行人地狱，这叫什么5D示范区？朋友，这正是老灵魂最深的智慧所在，也是必须要经历的排毒过程。一个真正要扬升的社会，绝对不是表面上和谐，假装没有任何冲突的一言堂。那种表面上的乖巧，是集权社会用恐惧压榨出来的，那是最低频的能量。台湾之所以看起来很吵很乱，是因为我们在进行集体的灵魂深层排毒。在台湾，所有的阴暗面，所有的贪婪，所有的愤怒，都被允许摊在阳光下。我们有100%的言论自由，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最丑陋的能量，也有机会被看见、被讨论、被转化。我们在立法院里打架扯头发，总比在战场上开枪互射好。我们在网络上互相干瞧发泄情绪，总比把委屈压抑在心里，最后变成反社会的恐怖攻击好。台湾这个社会就像一个拥有极强自净能力的超级生态池，那些看起来走中的社会事件、政治上的奥步，其实都是把潜意识里的毒素逼出来。每一次的社会撕裂之后，你都会发现，台湾人最终还是会找到一种奇妙的平衡。吵归吵，当遇到大地震、遇到花莲太鲁阁号出轨那种重大灾难时，那些原本在网络上互骂的酸民，不同立场的政党，瞬间全部放下成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排队捐血的人潮可以绕过好几个街口。这就是老灵魂的底气。我们的表面看起来波涛汹涌，但我们的海底有着强大而不可动摇的爱与慈悲。那么，台湾要如何带领地球扬升？其实答案极其简单，简单到让人难以置信。我们不需要去发动战争，不需要去征服宇宙，我们甚至不需要拼命去向国际社会证明什么。台湾的终极任务就是稳住你的频率，在对岸庞大的恐惧投射下，在国际社会的冷漠边缘下，在我们内部的喧嚣与混乱中，你，每一个生活在台湾的你，只要能继续保持你的善良，只要你今天去买杯手摇饮，依然会对店员微笑着说声谢谢，只要你看到路边的流浪猫狗，依然会心生怜悯，
只要你在面对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和恐吓时，依然能用一张幽默的迷因图一笑置之，不让仇恨吞噬你的心。只要台湾人能继续过着这种充满人情味的日常，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最伟大的宇宙任务。因为全地球的高频能量场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台湾这座小岛在撑住的。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旧势力最大的颠覆。一个不靠武力威吓，不靠掠夺他人，只靠着包容、创新与善良，就能在世界上发光发热的民主社会，这就是给全人类最完美的解答。当你在日常生活中活出这种频率，你就是在锚定新地球的光。蝴蝶效应是真的，台湾这群老灵魂集体散发出来的和平与同理心，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整个地球的集体意识。宇宙把最艰难的任务交给了台湾，因为宇宙知道，只有老灵魂才扛得住这最深沉的暗夜。我们从台湾在国际上被边缘化的委屈，一路谈到了这其实是宇宙精心安排的灵魂暗夜。我们解开了台湾作为老灵魂聚集地的真相，也揭晓了台湾正在替全人类扛下最庞大的灵性试炼，作为新地球扬升的光之锚。现在所有的拼图都已经凑齐，这场深层的集体灵魂疗愈即将来到最关键的收尾。我知道现在的你内心一定有着无比巨大的震撼，甚至可能眼眶已经湿润了，因为你的潜意识，你内在那个轮回了无数次的老灵魂，终于听懂了自己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投生在这座充满争议、随时处于风口浪尖上的番薯岛。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宇宙剧本，那么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要怎么过？身为一个活在台湾的老灵魂，你的日常修炼到底是什么？首先，我想请全台湾人从今天起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停止叫自己鬼岛。在网络上，我们常常会自嘲，说台湾交通是行人地狱，说惯老板太多，说政客很瞎，说这里是鬼岛，甚至很多年轻人会半开玩笑地说，下辈子不投胎当台湾人了。我完全懂这种无奈，这是我们在面对高压生活、面对无力改变的社会现况时所发展出来的一种自我防卫机制。但是，朋友，在灵性的法则里，言语是带有极其强大的创造频率的。当你每天把鬼岛挂在嘴边，当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都在用贬低、嘲讽的能量在定义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对自己进行最残忍的能量反噬。从今天起，把你的灵性主导权拿回来，不要再被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新闻媒体洗脑了。你有没有发现，每天打开电视、滑开手机，那些演算法推给你的永远是车祸、诈骗、蓝绿白、互撕、网军带、风向，还有对岸又派了几架军机来绕台的恐吓讯息。这些新闻正在对台湾人进行极其可怕的情绪勒索与认知作战，他们就是要让你恐慌，要让你觉得台湾完蛋了，要让你充满愤怒，然后跑去网络上跟不同立场的人互骂。因为只要你陷入了这种三维世界的低频对立里，你的能量就会被抽干，你老灵魂的光芒就会被彻底掩盖。你要知道，黑暗势力最害怕的就是台湾人觉醒。只要台湾人还在往内互打，只要我们还活在对战争的恐惧里，他们就成功了。所以，老灵魂们，该断网就断网，该关电视就关电视，不要再把你的生命能量喂养给那些制造恐慌的怪兽。当你把眼光从那些名嘴的口水战里抽离出来，回到你真实的每一天，你会发现，台湾根本不是鬼岛，台湾是一座奇迹般的光之岛。你的终极任务根本不是去立法院前面抗议，也不是去当什么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你的任务就藏在台湾人最习以为常的小确幸里。每天早上，当你骑着机车去上班，在红绿灯前停下来的时候，不要去干瞧前面那台乱钻的车，试着在心里默默祝福这条街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平安。当你去买杯手摇饮、买份蛋饼的时候，看着老板疲惫但认真的脸，真诚地对他说一句谢谢，辛苦了。当你滑手机看到酸民在带风向，在疯狂攻击某人的时候，深呼吸，忍住你想敲键盘反击的冲动，不要让自己掉进那个互相伤害的业力回圈里。
当你把钱包掉在捷运上，被好心人送回来的那一刻；当你看到邻居恶魔提着重物，你顺手帮他一把的那一刻；当你遇到外送员因为下雨迟到，你不仅没有给负评，还递上一张卫生纸的那一刻。朋友，这些看似微不足道、微小到连新闻都不屑报道的人情味，就是第5次元新地球的最高频能量。这就是宇宙把你放在台湾的真正原因。我们要用这种深深刻在骨子里的善良、同理心与柔软，去对抗世界上所有的霸权与冷酷。国际社会不承认我们，没关系，联合国把我们拒于门外，随他去。对岸用几千枚导弹对准我们，我们把心锚定在爱里，不随之起舞。老灵魂不需要外界的掌声来证明自己的伟大。当我们2300万个老灵魂在这座被世界遗忘的岛屿上，依然把日子过得充满人情味，依然能互相扶持，自由自在的呼吸，大声的欢笑，勇敢的去爱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赢了。我们不是亚细亚的孤儿，我们是新地球的领航员。我们不是国际谈判桌上的弃子，我们是宇宙扬升计划里的王牌。这400年来，这座岛屿承受了无数的悲情与殖民，但那是旧剧本了。此时此刻，在这个地球频率大翻转的节点上，台湾正在经历真正的破茧而出，而破茧的痛，我们一起扛。最后，我想对荧幕前每一位生活在台湾的你，深深地说几句话。谢谢你，谢谢你在灵魂投胎的阶段，勇敢地举手，选择了这个难度最高的台湾副本。谢谢你扛住了这么多年的不被理解与委屈。谢谢你，即使常常觉得这个社会很瞎很烦，但你依然没有放弃善良，依然在这个角落里散发着属于你的微光。你真的辛苦了，但请你相信，你所有的温柔，宇宙都看在眼里。别被新闻洗脑了，去抱抱你身边的家人，去摸摸路边的流浪猫，去喝一杯你最爱的全糖，去冰珍珠奶茶，在这座美丽的宝岛上，好好地、勇敢地、充满爱地活下去。因为你就是台湾最大的骄傲，因为台湾就是全宇宙最闪亮的一颗星。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真的触动了你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如果你觉得它说出了你一直以来无法言喻的感受，我恳请你不要按赞，也不要留言，我只求你做一件事，把它分享出去，分享给你的父母，分享给你的孩子，分享给那些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跟你吵过架的朋友，分享给那些每天看着新闻觉得台湾没有希望的人。让我们用这30分钟的灵魂对话，唤醒全台湾2300万个老灵魂。让我们一起向宇宙宣告，台湾的灵魂暗夜即将结束，属于我们的黎明已经到来。谢谢你的聆听，我们新地球见。